幸福曲线的发现。在我见过安德鲁·奥斯瓦尔德不久，同年6月的一天上午，我来到达特茅斯学院经济学系，经过老旧的走廊，遇到了布兰奇·佛劳尔。布兰奇·佛劳尔招呼我进入他的办公室。他63岁，身体魁梧，一头蓬松的棕色头发有些灰白。他双手厚实，握手时他的手能把我整个手吞掉。他性格开朗，充满活力。那天他穿着印花衬衫、卡其色短裤和凉鞋，看起来像那种无论什么季节都穿着夏装的人。在他杂乱的办公室里，沙发很显眼，他斜靠在沙发里，完成了大部分的交流。更显眼的是，他办公桌上并排摆着3台电脑的显示屏。我还没来得及提问，布兰奇·弗劳尔就说道：“在我来到的半小时前，他打开了一个自己之前从未查看过的数据集。他迅速进行了分析，发现了生活满意度与年龄之间的典型 U 型关系。”我瞟了眼电脑显示器上的一行行数字，他又说：“是不是相当酷？我从来没有查看过它，但它就在那儿。”这个数据集涉及了全球37个国家及地区，大多数像美国和丹麦这样的发达国家，但也有少量的其他国家和地区，如拉脱维亚和土耳其。在调查中，人们被问及：如果从整体上来评价你的生活，你觉得自己有多少幸福或者不幸福？我让布兰奇夫尔演示是如何处理这些数据。美国的数据只有1200条。他瞥了一眼数据后说：“因为不足以得出有意义的结果，所以他选择了西欧一些国家的数据。”他的手在键盘上快速地敲，光标在荧幕间跳动。他拉动数据页面，指定等式变量进行回归分析。每到一处，布兰奇·弗劳尔都显得不耐烦。“东西在哪儿？哦，快点！”我在自言自语，“这是最好的方法。”在我看来，布兰奇·弗劳尔可能用几分钟时间做了其他分析师几个小时做的事情。最后，电脑屏幕上果然出现了一条 U 型曲线，曲线底部在53、54岁。然后我们查看了东欧国家的数据分析结果，也出现了 U 型曲线，底部在中年后期，之后上升的没有像西欧国家那么多。发展中国家也出现了 U 型曲线，底部在50岁处。他又调整了各种统计参数，但结果却很少发生改变。接下来，布兰奇·弗劳尔开始分析压力和焦虑因子，拽上来一组涉及英国30.5万人的数据集。数据显示，英国人的生活满意曲线也呈 U 型，底部在49岁，大约在相同的年龄，焦虑和压力达到了顶峰。我们抬起头透口气时，布兰奇·弗劳尔说：“我分析过成百上千的数据文件，我看到的基本上都是你刚才看到的。你会得出这类图形。我知道一些人不承认，但他们就摆在眼前。”布兰奇·弗劳尔并非一开始就是个数据天才。他小时候生活在英国南部海岸的布莱顿市，家里没有人上过大学。年幼时，他看起来也不像家族中第一个能读大学的人。13岁时，老师把他的父母叫到学校，因为他在最差的班级里垫底。高中时，他对学习开始感兴趣，学得还不错，甚至参加了牛津大学的考试。但他去了莱斯特大学，英国一所中等水平的大学。他在那里主修经济学，学习不刻苦，但不费什么劲儿就能取得相当好的成绩。接下来是嬉皮时期。弗兰奇劳布兰奇·弗劳尔从事各种奇怪的工作，如保镖、摇滚乐队的主唱等。后来他挣了点钱，辞去工作，开始旅游。曾经徒步走到阿富汗。“我有一段时间不务正业。”他说。“不过在这个过程中，
布兰奇·弗劳尔发现经济学很吸引他，尤其是统计学。后来，他在一所类似于社区大学的英国学校教基础经济学，但他发现这份工作毫无前途，于是灵光一闪，在28岁时开始攻读学经济学的硕士学位。这回他弥补了之前损失的时间，读完硕士后，在不到2年时间又获得了博士学位。在20世纪70年代的英国，失业和罢工使很多年轻人怀才不遇。他的毕业论文就像安德鲁·奥斯瓦尔德的论文一样，也是关于工会和工资的。他也倾向于以数据说话，关注日常世界，我称之为游走四方的经济学。他对我说，我喜欢经济学，但我很想搞懂年轻人失业的问题。后来，布兰奇·弗劳尔遇见了奥斯瓦尔德，这可能是注定的。20世纪80年代，他们在伦敦见面，两人很快决定合作。没想到两人合作写的论文多得数不过来，他和我一起写的论文可能有几百篇。布兰奇·弗劳尔说：“我们完全互补。我分析数据，他完成初稿。我们很多论文都是有关工资和劳动力市场的，包括1988年的一篇重要的论文。这篇论文使他们在逆潮流方面达到了新高度，这相当于对于传统经济学表示不屑。”他们写道：“这篇论文中没有数学模型，也没有任何统计计量分析。”这种咄咄逼人的否认引起经济学家的反感。布兰奇·弗劳尔和奥斯瓦尔德饶有兴趣地说，在他们看来，我们很自以为是。到20世纪80年代末，他俩和另一位志同道合的经济学家安德鲁·克拉克在达特茅斯学院开始了一些活动，主要聚焦于理查德·伊弗特林的几乎被遗忘的幸福主题。最先对幸福感兴趣的是奥斯瓦尔德，而当时布兰奇·弗劳尔对于幸福这一主题却漠不关心。他试图让我相信我们会在幸福的数据中有所发现。我说是的，是的。当查看这些数据时，你会发现像工资数据中一样令人难以置信的稳定性。对玩大数据的人来说，稳定的、反复出现的模型意味着新发现。于是，在1993年，奥斯瓦尔德、克拉克和其他几个人组织了一个有关幸福经济学的会议。我们在学校大力宣传这个会议。奥斯瓦尔德回忆说：“我们摆了100把椅子，结果没有人来，寥寥几位出席的演讲人递交的论文，如果说和幸福有关系的话，关系也非常含糊。”业界的冷漠当然只会让逆向思维二人组对这个主题更加感兴趣。他们痴迷地钻研数据及寻找模式。他们测试的因素之一是年龄。之所以查看这个因素，不是因为他们指望从中发现些什么，而是因为通过数据能明显发现相同模式不断出现。在奥斯瓦尔德和克拉克1994年发表的一篇关于失业是否会造成不幸福的论文中，有这样一句话：存在与年龄相仿的 U 型幸福曲线。在1996年的论文中，奥斯瓦尔德、克拉克和一名叫做彼得·沃尔的心理学家发现工作满意度也呈与年龄相关的 U 型曲线。在当时，这个结果看起来很奇怪，没有很好的理论来解释它，也没有可证实的方法，因此研究者们对这些结果没有给予特别关注。奥斯瓦尔德告诉我，我们继续做下去，我们只是陷入了研究的迷雾中。那就是我当时的想法。但是年龄与幸福关系依旧，不只是在他们的研究中。格雷厄姆分析不同国家和数据集也发现了类似的模型。2004年，布兰奇·弗劳尔和奥斯瓦尔德有了充足的数据和信心，他们断言年龄本身就是幸福的一个决定因素。在英国与美国随时
进而改变了幸福感。一文中，他们提出婚姻对幸福非常有利，失业则非常有害。英国人的生活满意度还处于停滞状态，美国人的生活满意度下降了，而且相对于收入很重要。他们还提出年龄本身对生活满意度具有独立的影响。年龄与幸福关系很有趣，也称 U 型曲线。他们说，调查了一些关键变量，如婚姻状态、教育情况和失业状况等。英国和美国的数据都显示出了年龄效应，而且对于男性和女性都适用。它似乎不是随着时间推移，社会或经济状况发生改变的结果，因为跨代间出现了相同的模式，系统性因素似乎在发挥作用。他们写道：我们在心理学文献中找不到解释。2004年的这篇论文公开宣称，有些事情会随着年龄而发生，这引起了人们的重视。4年后，布兰奇·弗劳尔和奥斯瓦尔德在《社会科学与医学》杂志上发表了有关年龄与幸福的代表作。在整个生命周期中，幸福感呈 U 型吗？它基于10几个国家，包含数十万人的巨大数据集，其中仅欧洲和美国就超过了500人。2位作者得出了肯定的回答：我们发现幸福感大约在中年时期最低。布兰奇·弗劳尔和奥斯瓦尔德写道，这种规律性很有趣。男性和女性的 U 型曲线类似，大西洋两岸的情况也类似。不过，欧洲男性相比美国男性幸福感最低点到来的时间稍晚，10几个国家没有表现出 U 型模型，但它们多数是样本很小的发展中国家。个体各种各样的情况会形成统计学上的噪声，如果样本太小，很难从这些噪声中发现规律。例如，一个只有3个人的小样本，其中一人恰好在25岁失业，另一人在45岁时再婚，婚姻幸福，而第3个人也许在65岁时被诊断出癌症。那么，在这个极小的样本中，年龄本身的任何效应都会被抹杀。到2008年，有20多篇发现 U 型曲线的论文可供布兰奇·弗劳尔和奥斯瓦尔德引用。为了获得更多的证据，他们决定查看心理健康的因素。如果中年时期生活满意度低，那么这倒暗示着此时抑郁水平可能比较高。他们选取了大约100万份16到70岁英国人的数据，也确实发现了倒 U 型。40岁中期患抑郁的可能性最大。2012年，他们深化研究，查看了27个欧洲国家抗抑郁处方药的数据。结果显示，40岁中期人们服用抗抑郁药的可能性达到了顶峰。在接下来的1年，他们分析了美国2个州，新罕布什尔州和新墨西哥州，心理健康药物的使用数据。结果显示，45到49岁时使用药物的可能性最大。数据中再次显现出中年峰值。2010年，英国新闻杂志《经济学人》发表了《人生的 U 型转弯》一文，使这一现象被更多人所知。除了引用布兰奇·弗劳尔和奥斯瓦尔德的研究成果之外，文章还展示了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心理学家阿瑟·斯通和约瑟夫·斯瓦茨、琼·布罗德里克、安格斯·迪顿所写的论文中的一张图。这篇论文是美国人心理健康年龄分布概览。论文利用了30多万美国人进行的盖洛普调查，发现 U 型曲线的底部位于40岁晚期和50岁早期。即使没有对结果进行统计调查，肉眼也能看出其中的规律。
我们稍后会讨论这个发现。现在我们可以说，研究者发现了被之前研究遗漏的问题。成年早期过后，生活满意度会逐渐降低，中年时降到谷底，然后逐渐反弹。奥斯瓦尔德对这些数据的潜在重要性并不讳言。在我们第一次交谈中，他首先告诉我的事情是，我认为这是人类最重要的发现之一，它在我们死后还能再流传几百年。